大家好，我是黄小行云游八荒。今天在这儿要跟大家聊的呢，是一只陈列在佛罗伦萨考古博物馆的公元前570年左右的雅典黑陶 Crater。Crater 是一种大型的敞口的容器，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古代希腊的宴饮活动中用来稀释酒的。因为古代希腊的贵族阶级他们认为只有野蛮人才喝原汁酒，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把酒和水在这个 Crater 里面进行一定比例的勾兑之后再喝。随着宴饮活动在古风时期的日益兴盛呢，科林斯的雅典的各大制陶作坊更是各尽所能的发展出了各种器型的会有各种平画主题的 Crater 和其他配套的酒具，来满足这一日益增长的贵族阶级的需求。据考证呢，这一类的陶器还曾经大量的出口到希腊世界之外的各个目的地，而这其中呢，就包括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一只被称为神话故事级的弗朗西斯黑陶 Crater。这只 Crater 呢，是由这一个意大利的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弗朗西斯于1844年在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里亚地区的一个墓地里发掘出来，以他自己的名字为其命名。这只 Crater 属于这一类陶器中最早期的雅典黑陶作品，也是当时主流的4种器型中最大的一种。它整体高度呢为66厘米，最大直径呢为57厘米。根据其上面留下的签名，这一只 Crater 呢是由当时雅典的陶匠 Ergonomos 和陶绘师 Kletias 通力合作的产品。它之所以被称为神话故事集是因为在它的表面呢会有多达9个不同主题的神话故事，270个动作各异的人和动物，而这其中呢122个人和物呢都标注了名字。这在古希腊的平画中是绝无仅有的。在古希腊的平画艺术中，平画家想表达的核心主题呢，通常是描绘在这一件陶器的直径最大的这一个区域。比如说这一只弗朗西斯 Crater， 在它颈部往下直径最大的这一整圈的区域呢，所描绘的国王 Peleus 和海星 Thetis 的婚礼，便是这一只 Crater 的核心主题。而其他部分所描绘的相关主题，则是 Peleus 亲临时猎杀野猪的故事，阿克琉斯在特洛伊举行的赛马比赛，阿克琉斯厮杀特洛伊小王子特修斯带着7对童男童女从克里特胜利返回雅典的故事，特修斯大战人马和工匠之神返回奥林波斯山，以及比格米人大战鹤群。首先呢，我们来看看 A 面的最上面这一圈的图像，它所描绘的就是亲临的 Peleus 猎杀卡尼多尼亚野猪的英雄壮举。故事的起因呢，是卡尼多尼亚的国王在一次的秋收献祭上，唯独忘记了给狩猎女神 Artemis 献上祭品，所以女神一怒之下就派遣了一只最凶猛的野猪到卡尼多尼亚进行报复。没几天的时间地里的庄稼呢就都被这一只野猪霍霍得所剩无几了。更可怕的呢，这一只野猪还咬伤了很多的老百姓，一时之间整个城邦陷入了一片恐慌。据说这一只野猪体型如牛，背上的鬃毛像利剑一样尖锐，两眼呢泛着血光，一对獠牙呢足足有1尺多长，它呼出来的热气可以把野草都熏焦。这时候卡尼多尼亚的王子 Menelaos 召集来了全希腊所有的英雄，猎杀这一只怪兽，并约定谁杀死了这一只怪兽，就将得到他的头和皮作为第一英雄的标志。经过几天的围追堵截，这一只怪兽呢，终于在 Peleus 的迎头一击下毙命。在这幅图像中呢，野猪被描绘在整个场景的正中间位置，其庞大的体型呢，被画家用相对较小的英雄给衬托出来，而其凶猛的特性呢，被踩在野猪脚下的一个英雄和一只猎狗表现得淋漓尽致。相对于其他的英雄，站在野猪面前的 Peleus 和王子 Menelaos 站立的姿势，用矛刺向野猪的动作，显得更加的沉着而冷静。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这一次 Crater 上的核心主题 Peleus 和 Thetis 的婚礼，以及他们的婚礼是如何导致了特洛伊战争的爆发。